這是一個關於中國旅行的視頻。今天帶你走進中國深圳、珠海、澳門、佛山、廣州，它們都位於中國的南方地區。接下來就一起探索它們有趣又好玩的地方。深圳40多年前，它就是一個小漁村。現在的深圳擁有超過1800萬的人口，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。那麼深圳怎麼遊玩會更好呢？今天就分2個板塊來介紹，一個是遠離市區中心的大鵬。這裡有非常漂亮的大海沙灘，這裡的環境安靜悠閒，空氣清新。另一個是深圳的市中心，蓮花山、深圳灣公園、萬象天地，登高遠眺林立的摩天大樓，欣賞夢幻的燈光夜景，悠閒地逛逛商業街區，感受深圳這座現代城市的魅力。大鵬所城，在深圳這座現代城市，它就是折疊空間裡的另一個世界。梯形狀的城門樓高大厚實，這裡曾是明清2代的海防軍事要塞。順着縱橫交叉的巷子往裡走，主街上各式各樣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，特產店、文創店、小吃店，重新找到已經像失去很久很久的記憶。在小巷子裡，爬滿牆壁上的青藤，老舊的木門，斑駁的磚牆，門前或窗台上的綠植。深圳的別名叫做鵬城，就是來源這裡。從1394年開建，也就是明朝朱元璋做皇帝的時候，距離今天已經有600多年了。清朝修建的鎮威將軍地、劉啟隆將軍地，大鵬所城的軍事防禦重要性也再次提高。窯雞、將軍鴨、釀豆腐，走在古城裡聞到的誘人香氣，不僅是食物的味道，也是歲月留下的味道。從大鵬所城出來不遠，就是無與倫比的海景，海水是分層的藍，近岸是碧綠，遠處是孔雀藍。橘釣沙、楊梅坑、鹿嘴山莊、天文台、西冲、鵝公灣、阿卡那拉、教場尾，這些景點沿着海邊串聯了起來。不太容易走的步道、沙灘、礁石，沿途充滿着戶外遊玩樂趣。一邊是鬱鬱蔥蔥的山，另一邊是海浪衝擊的悅耳聲。踩在軟乎乎的沙子上，鹹濕的海風吹在臉上，身體也變得輕盈。隨便往沙灘上一坐，整個人感覺都被治癒了。傍晚，夕陽把海面染成橘子色。民宿的暖黃燈光一盞盞亮起，海風把白天的燥熱一點點吹散，海面漸漸變得朦朧，只剩下聽到海浪輕輕拍打沙灘的聲音。但沙場尾夜晚生活的熱鬧才剛剛開始。這裡是深圳的市中心，蓮花山公園的海拔其實並不高，也就100多米。但當一步步爬上山頂，站在鄧小平這位偉人的雕像前，
看着深圳的城市天際線，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。那些玻璃幕牆、高樓像積木一樣密密麻麻地擺在眼前，從無到有，他們只用了40多年。万象天地，這裡是深圳的潮流街區。明明身處在鋼鐵森林，但踏進了這裡，身體仿佛進入了微醺狀態。深圳生活快節奏的感覺在這裡消失了。深圳灣公園，這是深圳市區中心的海邊公園。雖然沒有大鵬的海漂亮，但這裡卻是體驗深圳這座城市生活最真實的地方。從地鐵站出來就可以到達，在每天的下班後來看看海邊景色，享受海風溫柔吹拂，在這裡坐一下或散步，工作一天的疲憊也不知不覺就減輕很多。看着遠處摩天大樓變換的霓虹燈，看看這個城市的繁華。珠海距離深圳大約100公里，開車需要90分鐘。這裡和別的城市不太一樣，珠海的城市氣質不像那種擁擠、急促、商業感很強的旅遊城市，它更像一個把海、陸、城市生活都融合得很舒服的地方。沿着情侶路慢慢走，聽海浪拍岸，騎車的人從身邊靜靜路過，漁女雕像、愛情郵局、香爐灣沙灘，珠海市中心最美的風景都集中在了這裡。走累了，直接去挨着香爐灣沙灘的城市陽台，坐下買杯喝的，坐在觀景台上，看着眼前的海浪，吹着微風。夜晚，也離島上的珠海大劇院的燈光亮起，珠海浪漫之城的氛圍瞬間就有了畫面。由於它們一大一小的貝殼外觀，大家給它們起了另一個名字——日月貝。夜晚，在珠海的另一處街區，是更熱鬧的生活氣息，從晚上21點30分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5點。五顏六色的招牌和翻滾的火焰，下灣夜市是珠海食客們的大本營，天南地北的美食在這裡匯聚，空氣裡全是讓人瘋狂分泌多巴胺的香味。炭火烤爐上，一排排的生蠔香氣四溢，它們是夜市必吃的第一美食。鮮甜的海鮮粥、蛋炒飯、牛肉炒米粉。
復刻的皇家園林，在圓明新園可以體驗時空的穿越。紅牆綠瓦，典雅別致的亭台樓閣分布在湖岸邊。與海邊不一樣，園林裡湖面平靜，微風不燥，茂盛的綠樹隔絕了城市的喧囂。被英法侵略聯軍在1860年燒毀的圓明園，想不到在距離北京2200公里外的珠海得到了復刻。這是一場藍色的夢境，從城市到遊樂場，珠海長隆海洋王國。這裡不僅是孩子的童話世界，更是成年人治癒疲憊的減壓艙。時間在這裡被放慢，快樂在釋放，仿佛來到了夢幻樂園。刺激的各種遊玩項目，冰山過山車、激流勇進、雨林升降塔、海盜船、碰碰車、5D 城堡影院、鸚鵡過山車、超級激流、長龍秀、煙花秀。澳門這座娛樂之都，與珠海緊鄰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。澳門不太大，一天的時間足夠緩慢的遊玩。順着老街一直走，巴洛克式的建築浮雕，牆壁顯得斑駁的大38牌坊是澳門的標誌。在以前，澳門被葡萄牙殖民了400多年，直到1999年，中國政府才再次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。澳門終於回到了中國手中。在澳門，既有皇宮裡紙醉金迷的生活，人們在娛樂場裡買定離手，揮金如土；也有老街裡最地道的市井味，剛出爐的蛋撻奶香濃郁，外皮酥脆的豬扒包、杏仁餅、奶茶、咖啡。奢靡與平凡，金碧輝煌與狹窄小巷，澳門的這種混搭感，每時每刻都在衝擊着視角。佛山與廣州非常的近，2座城市地鐵互通，出行非常的方便。很多人認識佛山，是因為中國功夫。佛山是武術之鄉，黃飛鴻、葉問、詠春。有人因為喜事來到這裡，有人因為粵劇停下腳步。但真正走進佛山，你會發現佛山吸引人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，繼承着令人着迷的中國傳統文化，還有不能錯過的美食。佛山祖廟始建於北宋，也就是1078到1085年，距今已經有900多年歷史。當年中原人南遷，北地是他們供奉的信仰。佛山地區水系密布，到處都是江河溪流，常常會有洪水災害。人們相信北地能夠治水護城，庇佑大家平安，於是修建了這座廟宇。精美的建築，房子的每一處都是建築藝術，木雕、繪塑、
陶塑、磚雕，幾乎每一寸都藏着工匠的巧思。來佛山祖廟，還有一樣必定不能錯過，祖廟裡的形式表演也是最精彩的。鑼鼓一響，獅子從後面走了出來，正在地上做着慵懶逗樂的動作。隨着鑼鼓聲的激昂節奏變化，獅子躍上高樁，一套嫻熟的動作行雲流水。緊挨着佛山祖廟的嶺南天地，這裡潮流與傳統相融合，青磚房屋、趟龍門老宅、霍爾屋造型、嶺南建築元素，在這裡幾乎都能看到。走進這片街區的小巷子，就像回到了100年前的嶺南，文創店、手工藝店、奶茶、咖啡、廣式糖水，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風格。慢慢的逛，慢慢的發現驚喜。千燈湖，佛山的另外一面風景。這裡就像一個城市公園，休閒購物、遊玩娛樂。傍晚時候又或者夜晚，千燈湖是最舒服的。陽光開始變得柔和，沒有擁擠的人群，沒有急促的腳步，坐下來喝杯奶茶，就足夠度過整個下午。夜晚的時候，千燈湖迎來了屬於它的高光時刻，整個湖區的燈光點亮，倒映在湖面，人也比白天更多了起來。步道上散步，草地上聊天，吃着美食看夜景，或者什麼都不做，只是坐在湖邊吹吹風。南風古灶，它是佛山的另一個文化符號。南風古灶修建於明朝，也就是大概1506年。全長34米的窯身依山而建，又因為窯口朝向南方，便有了南風灶的名字。看着長長的窯身，不禁想起了中國古代高超的陶瓷技術。經驗豐富的燒瓷師傅裝窯時，把陶瓷坯體裝在不同的窯位上，窯身各處的溫度不同，在同一個窯裡也能燒製出了不一樣的成品。古老的龍窯依舊燃燒，傳統的技藝仍然延續。現在的佛山也已經是中國重要的陶瓷產業基地。佛山美食，這次廣東的美食不選擇在廣州，佛山美食一樣的有名。從清晨的豐盛早餐到深夜的一碗砂鍋粥，佛山一直以來從不缺少美味的食物。從街邊小店到私房菜或農莊飯店，粵菜地區的這些菜肴的食材都追求新鮮，蒸、炒、快、灼、焗、釀。不同食材使用不同的烹飪技藝，又努力保留着食材的原汁原味。桑拿雞、折折包、粥底火鍋、魚生、鹽焗雞、燒鴨、烤鵝、大魚大肉，吃完後再來點廣式糖水、雙皮奶，解解先前大魚大肉的膩味。
廣州，這次旅行的最後一站。廣州是世界級的大城市，這裡生活着超過1900萬的人口。廣州沒有深圳那麼的快節奏，沒有上海那麼精緻，也不像北京充滿歷史的厚重感。可當在廣州慢慢走了一天以後，會發現廣州最大的魅力不是哪一座建築，而是這裡的生活態度。清晨的荔灣湖公園安靜清幽，一片湖水、石橋、湖心亭、假山、長廊，雅致的餐廳。老城區裡的這處公園，看到的是人們最真實的生活狀態。大樹下，一群人練習着中式健身操，湖裡划船的人，聊天散步的人。7月炎熱的天氣，湖裡的荷花開得更多，空氣裡都混合着荷花的清香。北京路步行街，它是廣州最熱鬧的一條街。繁華的北京路承載着厚重的歷史，石板路上透明玻璃保護着的一層層古代路面，它們是唐代、南漢、宋代、元代、明代等不同時期的道路遺跡。騎樓建築，各種各樣的美食店、文創店、商場，金碧輝煌的寺廟大佛寺，它就位於繁華商業街旁邊。繚繞的香煙，聞着空氣中檀香的味道，外面的喧鬧消失，一牆之隔，卻像兩個世界：現代都市的繁華和千年古寺的寧靜，在這裡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平衡。花城廣場，這裡是廣州最現代的一面，高樓、草地、噴泉、珠江，還有廣州塔，全部匯聚在一起。花城廣場被譽為廣州的城市客廳，這裡總面積超過了50萬平方米，四周是廣州最重要的建築地標：530米的廣州周大福金融中心，440.75米高的廣州國際金融中心，還有江對岸600米高的廣州塔、廣州圖書館、廣東省博物館、廣州大劇院。站在花城廣場環看四周，360度摩天大樓包圍了這裡。從下午到夜晚，更加驚豔的時刻才剛剛開始。城市的燈光亮起，霓虹燈變換着各種顏色，噴泉高高的衝向空中，又緩緩地落下。看着熱鬧的人流，整個城市好像再次醒來。坐上遊船，沿着珠江，看看這座城市璀璨的夜色。和小孩子一起旅行，動物園或者就是最適合的旅行地方。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佔地超過2000畝，生活着來自世界各地500多個物種，擁有2萬多隻動物，很多珍稀動物在這裡都可以近距離看到。更特別的是，這裡更像是一片模擬自然生態的大森林，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也才是匆匆的參觀完。看看動物，聽聽鳥叫，也許這會成為廣州之旅中最難忘的一段回憶。